戒定慧三无漏学，为现代人指明修行归途。释迦牟尼佛所传三无漏学，是修行路上的根本次第，亦是破迷开悟的核心法门。首要为持戒，持戒的核心是清净身心，让我们不染俗世尘埃，不生贪嗔痴慢疑五毒之心，不执着于外境是非，更不会自生偏见执念。唯有心无染障，方能为修行筑牢根基。身心因持戒而愈发清净，妄念自然减少，定力便会在这份清净中生发，无需刻意强求，已是水到渠成。而当定力日渐深厚，身处世间，面对形形色色的人事物，行住坐卧间皆能安住本心，不被外境牵动，内在的智慧便会自然流露，这便是戒生定，定生慧的圆满次第。六祖慧能大师对三无漏学的阐释，更贴合当下修行者的心境，直指心性核心。慧从不是向外求取的知识，而是明心见性时自心流露的本具智慧，澄澈通透，照见实相。定亦非独坐蒲团的形式，而是行卧住坐皆能修持，纵使外境纷扰，内心依旧安稳不乱，不执着于外相，不纠缠于得失，便是真定。戒也并非刻板恪守条文戒律，而是心性觉悟后自然流露的觉知与行动，不起恶念，不做恶事，力行善举，从心而发，不刻意，不造作。无论是释迦牟尼佛的次第修持，还是六祖慧能的直指人心，三无漏学的核心从未改变，止恶行善，止息妄念，明心见性，最终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。于现代人而言，修行往往从持戒开始，而佛家中的戒律，诸如十善业道里的不邪淫，便有着循序渐进的次第，需结合当下境遇灵活关照，而非一味执着教条。佛家所言不邪淫，核心是不与婚外人、非伴侣发生逾矩行为，而关于自行解决的界定，关键不在形式，而在念头次数。入世修行者若遇身体困扰，需以正念引导，出发点当是调理身心，缓解不适，而非放纵欲望。更要时时关照内心是否升起贪嗔痴慢疑五毒之心。若觉察心念不正，便及时安住本心，停下行为，反观自省，约束自身，避免久而久之沦为纵欲，损耗身心。而次数过多，本质是心念失控的体现，既会滋养五毒，更会损伤身体。这也是为何世人常说邪淫是万恶之首。修行路上，每一个起心动念，每一份发心意图，每一次言行举止，都会被阿赖耶识如实记录，种下因果的种子。唯有守住心念与发心的纯正，方能不造恶因，不结恶果。当下很多人踏上修行之路，多是历经世间痛苦，在迷茫困顿中寻求解脱，也有少数人自带修行善根，无需经历磨难，便愿主动持戒，一步一个脚印踏实修学。而更多人更契合六祖的教法，先明晓心性本真，习的本具智慧，再以智慧引导言行。渐行戒律各有起点，各有境遇，皆因自身善根与因缘不同，修行法门便各有差异，无需强求一致，适合自己的便是最好的路径。现代人修行持戒，大可不必急于求成，不妨循序渐进，一个戒律慢慢修持，待身心安稳，心念笃定，再逐步增加，稳步前行。亦可先从三戒、五戒入手，打好根基，再慢慢精进，修持十戒乃至十善业道。毕竟现代人与古人境遇截然不同，当下生活压力繁重，身处末法时代，烦恼琐事缠身，修行更需兼顾自身身心状态。要知道，身体是修行的载体，若连自身健康都无法维系，身心俱疲，何谈持戒、修定、生慧？修行的初衷是离苦得乐，而非增添焦虑。关照自身身心灵的平衡，不勉强，不执着，方能让持戒成为滋养身心的助力，而非负担。当我们以温和的方式持戒修心，慢慢便会发现，身体日渐康健，精神愈发饱满，
对外界欲望的执着与贪恋渐渐减少，面对诱惑能收放自如，内心的安稳与力量与日俱增，遇事不慌，处事不躁，那些本具的智慧，也会在这份清静与笃定中，一点一滴慢慢生发，照亮前行的路，让修行之路越走越宽，越走越明。